其实电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样？就是电池。你电池解决了，电动车大概就解决了。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大概就是它的问题是很大。要么可以充很久，就可以维持很久，但是呢，放电速度不够快，那就是你的功率就不够大。要么放电很快，一下子就没有了，就变成说，要么就是短跑选手一下子跑了100公尺，那就没了。要么就跟长跑选手跑不快，然后可以跑很久，所以基本上不同的储能装置，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储能装置只重视在电池上面，事实上各种都有啊。所以这边的话，电池我们讲说，电池是现在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当然，我们机械系也可能在这一方面，可能我们的琢磨没办法太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化学了。不过也大家可以分成几种主要的啦，当然这个各种不同的有很多，这主要第一个是什么？铅电池嘛。小时候都是铅电池嘛，对不对？不过要铅的话就有很大污染，所以以前电池都是什么要拿去什么呀回收嘛，铅电池。还有什么呀？镍镉电池嘛，还有什么镍氢电池啊？这个锂电池，锂电池现在我们手机用锂电池嘛，这是比较贵的嘛。所以各种不同的情况，它各有不同的好坏处，也没有说哪种电池特别好。当然，铅电池现在已经慢慢会被淘汰，因为它的好处就是便宜。其他的电池的话，就是变成说，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状况，用什么，比如说温度啊，对不对？比如说像现在很多温度不能太高啊。你如果像这边一些什么那个金属电池的话，基本上它可能工作温度可能就很高啊，对。所以我想说，像这种东西，除了它储能的话，它的安全性也是很重要哈。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那个什么电动微车的加速减。没有，以前的电动车分成两大车系啦，这个刚好上次我们油电车也有人报告过嘛。你上个车系是你上吧，它是用电来做增加功能的，但是后来这个系统已经慢慢的就没有市场。现在是什么呀 ？Toyota 系统是怎么样？电就是主要的什么样的那个动力来源，然后呢后面的油是怎么样？你可以用来做什么样？做充电或是做加速啊，做辅助都可以。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基本上大概就是分这两个啊。好，既然要讲一下电池啊，大家都知道吧？一次电池跟二次电池是什么？大家知道吧？一次电池就是用过就丢嘛，二次电池就是什么？还可以再充嘛，对不对？基本上是怎么样子？然后电池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什么叫记忆效应？有些有啊，还有些电池不会有，就某种特定的电池会有啊。就是有些电池，如果你永远没有把它用满，就是变成说它本来这么多啊，你今天每次用这么多就把它充完，搞了半天它的机体就到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么多可以用的。所以有些电池不是讲说第一次把它充满，然后就把它放电放光嘛，这样子不会说变成有记忆效应嘛。现在电池大部分都不会有了，比如说像这个它是说镍镉电池的话，基本上它比较有强烈的那个，这个铅酸电池是我们以前最常用的嘛，就是以前不是说加一点水嘛，然后这个铅酸电池，这个是最便宜的。不过呢，它的那个效率也不是很好嘛。还有镍氢电池，基本上它比较有轻微，它比较少，没有什么记忆效应，所以说现在也没有什么说你一定要，反而听说了哈，这个是一些他们的经验是说，你可能好像每次用到6%、7%、50%、60%就把它充电，也不要用到满，用到完的话，你再用的话，反而会伤电池。反正那种电池的那种特性不一样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反正就好像反正现在的3G 产品，大概电池换大概也要换了，所以大概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哈，所以基本上这个他们的不同的特性哈。那锂电池的话，现在来讲是什么容量最高的，然后较轻，但是问题是什么呀？最贵，所以大部分就直接用在什么样？用在我们的那个电脑或是手机。所以你记得上次他们讲的是什么电池吗？还记得吗？上礼拜讲的锂铁电池嘛，他们也不是存在是锂电池嘛，他们是什么？锂铁电池也是一种，就是说属于这一大类的电池里面的，反正铅酸电池跟镍镉电池比较普遍嘛，但是铅酸电池的密度低嘛，而且寿命也差嘛，那镍镉电池又比较因为有那个什么镉嘛。那个重金属的那个，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是希望用锂电池，用锂电池嘛。现在如果是小型的，比较用锂电池这样，所以看一下，反正工作电压这样子，铁晶能量密度这个是很重要嘛，对不对？基本上是什么样？这个是指大小嘛，但还有一个是指动量嘛，大小也很重要啊。
因为你在做载重的时候，除了重量之外，还是怎么样？空间嘛。所以这2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你要考虑的嘛。当然，如果是大型的话，基本上这个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就很重要嘛。载重的时候就很重要了。但是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小型的 portable 的的电器的话，那这个体积就蛮重要，就蛮重要的这样子。循环寿命，300次、1000次、500次、500次。置放电率这样子每个月就是你如果都不用的话，自己会放。然后有没有那个什么绩效？就刚才我讲的，你用到最后的话，基本上它会需要怎么样？有无，这样看一下。然后价格对不对？这个还是一样，这个还是最贵嘛，锂电池。然后怎么样？绿色产品是不是？反正只要没有污染的，就是有污染就不是这个是铅会污染，那个镉会污染。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比较没有污染的，比较轻金属，不是重金属会污染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有一家公司做很好的电池，然后呢价钱又合理的话，去买就没有错。一旦电池革命成功，很多绿色能源都真的是大放光明的嘛。因为绿色能源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不稳定嘛，所以你需要储能嘛。不管是太阳能也是一样，不管是风能也是一样，还有什么潮汐能什么能，基本上都是什么储能的问题。你如果储能技术有办法搞定的话，基本上就 OK 了嘛。现在最重要是说你怎么样子把多的电存起来，然后到适量使用。所以基本上有几个东西我们要比较，比如说一个电池的好坏，我们要比哪边的？第一个，这叫什么？能量密度，就是就是能量密度。这个是什么样？功率密度，还有怎么样？到底那个价钱，还有怎么样？它的什么 life cycle， 到底寿命可以充放电几次？这4个是我们要比较。当然是说你会讲说，依照不同的特性，我们就有不同的那个。不过我们就来比较这4个哈。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样？我们这边没有讲体积的哈，我这边讲说，如果体积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就讲单位重量，因为重量可能会影响到你载重嘛。那体积的话，我们就讲说体积就够大，反正就顶多做大一点而已，这样子。可以看起来就知道是这个什么样。这是这个 current 这讲这 current 大概10年前的啦，这个大概是2005年的那个什么的那个资料。好，但是呢，然后这个是说 potential 是未来可以再继续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镍镉跟什么镍氢电池还是镍氢电池比较好。锂电池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在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新的，没有每天被讨论。这个是现在，所以说每单位每公斤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瓦小时度就是这样子未来的什么样的你看，基本上这个铅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啦，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这个的发展空间就还有一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以单位那个的话镍氢电池比那个好一点这样子。这个是什么 power？ 有时候不是人讲说，我今天要持久，我要什么放电速度也很重要。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那个氢电池的放电速度就很 OK 了。事实上放电速度快的话，基本上也有可能就是同样的电的话，你的放电速度快就会更快没有。所以这个东西要看看你车子性能到底要怎么样。钱很重要。刚才讲说，哎呀，你那个什么那个到底那个储电量多大然后 power 多大？最重要还是有一个成本。你看，这为什么铅电池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是短时间之内，现在应该还是有铅电池的，应该还是有对但是应该会慢慢换掉吧？不一定吗？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车子会慢慢换掉那个，不然铅电池确实是污染蛮严重。你看那个价钱差多少？但是呢，如果说有一天这什么镍镉电池，那个什么那个镍氢电池或者锂电池价钱，他们是现在还在发展阶段，应该还是有很大 potential 可以把那个价钱追上来的了。不过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铅电池为什么还是那么便宜就对了。好，还有这个也是一样，寿命。所以我只讲说，一般的铅电池好像3年、3、4年就要换一次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的电池就有这4大类嘛，对不对？就反正大家记得，现在的电池就有一般来讲就有这4大类，你就大家知道说，基本上铅酸电池最便宜，
然后镍镉电池的话，这也是比较早期，但是它效率也不错。那现在有镍氢电池跟锂电池，当然比较最贵就是锂电池这样子。每一种电池它适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基本上我们讲说这个是功率密度嘛，我希望它要很大，输入功率要蛮大的。这个是什么样？我的能量密度，我希望是什么样？可能续航力就要靠这个嘛。高功率、高马力或是扭力的，可能跟这个比较相关嘛。所以说你就大概知道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讲说，这等一下我讲一个超级电容啊，这个电容是放电超快的，但是一下就没了那种的。所以你看它几乎跟什么？跟 Y 轴几乎是贴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如果有某种特性的东西，你需要快速放电的话，就用超级电容。所以 EV 的话。纯电动车，基本上你可能要求的可能就怎么样？因为你就开电动车，你就不要期待说我要开很快，我就是做环保，开得很安稳。所以基本上你可能需求的是什么样？要有什么样高能量密度，续航力越高越好。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 ？HEV 就是说 hybrid 代表说你大概不是你还是希望说偶尔还是可以。开快一点或者怎么样，或是说对那种不是只有续航力需求，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会希望是因为它的什么样能量来源有其他的来源，因为你 hybrid 的话，你要其他动力来源，所以你电池没电，你可能因为动力来源可以让你充电，所以你期待的可能是什么样？它的功率比较高一点，它要求是什么？能量密度没那么大。这个设计理念应该了解吧？因为电是我所有的能量来源，所以我电希望越多越好，续航力越高越好。另外一个 hybrid 代表电只是我一个过程而已，它不管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辅助来源，我有其他的来源，所以变成说我的电池容量不一定那么大，但是呢，我希望输出比较大一点。电池如果没有了再充就好了，因为马达可能引擎会动啊，就再充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 PHEV 是 plug-in 的，有些希望可以充电的这样子，所以大概就这样。然后这边是镍氢电池、镍镉电池、铅酸电池，然后那锂电池呢？锂电池在这个地方。锂电池在这个地方，所以还是就是说比较贵一点，所以说或许把 hybrid 可能这样子。但是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不是这边有高能量密度锂电池，这边也是有那个锂电池可能就是像你讲的，它跟各种不同的结合就不同的，所以它范围很大。这边有高能量密度的锂电池，那边有高功率的锂电池，它可能就是跟不同的东西结合，就有不同的锂电池这样不同的那个的性能。所以看一下哈，这个可能也蛮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我当初这个想法，这个计算方式跟什么，跟现在那个什么，现在那个 Lexus 的车子不太一样，因为他就算了一下嘛哈。如果说你他这边当然是用铅电池的啊。他说铅电池如果它寿命的话，基本上是怎么样？450个 cycle 充放跟450次，然后呢，它每一次可以跑多少公里？所以呢，它大概是要跑45000迈就要电池大概就要换。那45000迈大概以美国人的标准大概跑3年，所以代表说3年你就要换一次电池组。这个是纯电动车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去买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你都要考虑。那现在他们的说法，比如说 Lexus 跟那个什么跟 Toyota 的说法是怎么样？大概6年换一次嘛，它是用混合动力的，它也不是用铅电池。